卑鄙，竟趁我在破境渡劫之际偷袭紫金风宗，将我的弟子赶尽杀绝。北冥先帝作为北冥大陆的第一先王，终于找到了你渡劫的关卡，让我偷袭成功。你到底是谁？婉晴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婉晴要誓死守护紫金风宗，快走！休想伤害我师尊。这么弱还想杀我？婉晴，一起去死吧！我堂堂北冥第一仙王，竟这样落幕。这是哪儿？啊！我怎么变成这副模样？生死道消后，想不到我的一缕神魂竟然附在了一个凡人身上，我居然重生了。崩山拳，黄阶下品功法，秘籍果然还在他身上。林峰，命挺硬啊！林峰是我的名字吗？毁了你的气海，你居然还要活！你不过是个继子，也配有我们林家的亲传秘籍？把崩山拳交出来，不然再让你死一次！糟了，气海被毁，灵力全无，难道我堂堂北冥先帝就要沦落成待宰羔羊了吗？绝不能坐以待毙，看来我要尽快修炼一门功法才行。那就试试这崩山拳吧。神形兼备，身法好，想不到这么快就参悟到大成境界。虽然气海被毁，但凭借我前世作为先帝积累的无尽修炼经验，领悟一本黄阶功法，就像1+1等于2一样。崩山拳！大成境界的崩山拳，这才一会儿就参悟了。还好是崩山拳，即使气海被毁，依旧可以靠肉体力量来发动全力。就算是修为极高的修士，也消化了数月，天赋平平，又是如何做到的？林峰，我错了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杀我！饶了我！你们的气海已经被我毁掉，往后再也不能行路。回去告诉林家，我林峰早晚会回来的。滚！虽然这副肉身平平无奇，但只要依靠我前世的修炼经验，不断精进修行，肯定能找到方法修复气海。到时我定能重返北冥大陆，为我紫金峰报仇雪恨。听说曾经征服东陵大陆的永恒大帝林真昭，便来自于太虚圣境，那里有无穷无尽的修炼资源，说不定能助我恢复气海。太虚圣境，我林峰来了。太虚圣境第一美女木兰师姐，据说其他圣境的弟子们为一睹她的容颜，争得头破血流。我是主司长老，负责此次的考核选拔。收徒考核的第一关就是引动着9彩琉璃塔发出的光色不同，确定着每个弟子的身份地位不同，感悟其中的运理，触碰即可测出你们的资质。下一位，红光资质平庸，收为外门弟子。测试的100来人，仅得一外门弟子，真是一届不如一届。长老所言极是，如若再不出个圣子天赋的弟子，我太虚圣境他就真的要彻底落寞了。别指望了，出不了什么天才了。我来试试。我用法眼窥探，此子毫无根基，体内丹田有破碎之象，是一个先天就无法凝聚气海的病秧子。太虚弟子的选拔门槛如此之低，竟让一个废柴都混了进来，快轰出去吧！来人，把他轰出去！等等，堂堂太虚圣境，选拔弟子却如此轻率，我千里迢迢来此拜师，连琉璃塔都不敢让我一测吗？你连一个气海都无法凝聚的家伙，一个废物，你有什么资格去触碰琉璃塔呀？轰出去！长老且慢，自古以来，我太虚圣境选拔弟子都秉承公平公正，即便是肉体凡胎，也必须给予考核的机会，都不让他试试，再做判断。那就让他试试，也给大伙瞧瞧，废物终归还是个废物。
不知道依靠前世修行的记忆，能不能引动这琉璃塔？三卦观心山。此子啊，天赋太差，琉璃塔能发光，那可真是见鬼了。原来九彩琉璃塔蕴藏着天地运转的大道理。所谓道法自然，大道无形，诸法空相，色一空，空一色。三色洞资质上乘，可以收为内门弟子。内门弟子而已，有什么好惊讶的？不对，琉璃塔好像没有停止迹象，还要发！子疯啊！准神子了！我太虚圣境有多久没有出现过准神子了呀？你要控制住情绪啊！此子啊，天赋绝顶，悟性高深，还是值得栽培的。喂，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哦，是吗？怎么回事？此次平平无奇，也没有什么根基，还会发起紫光。是太虚金光，好几百年没有出现过了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凡是能引动金光者，必是神子般的存在了。我还记得，能在弟子选拔时期就能够引动太虚金光的，还是1000年之前的太虚圣主啊！我们终于等到了一个有望重振太虚圣境的天才呀！他们来了，还有一道方要出金光已经是最后一道光，怎么还要发呀？黑光，我有生之年从未遇到过黑色呀！此为物极必反，阴阳相整，光道即是便是黑。微观中蕴藏着宇宙万物运行的大道之能，难道他的天赋已经超越圣主，到神子的地步了吗？血色光正在源源不断的进入这个少年体内，琉璃塔正在帮助他一经洗髓呀！难道九彩琉璃塔在认主，能让琉璃塔都折服于他？这是什么样的绝世天才啊！就连太虚圣主也未必能做得到啊！我感觉自己像是脱胎换骨一样，全身充满了力量。这位少年资质超绝，封为我太虚圣境的神子。几百年来，我太虚圣境在4大圣境中排行第4，如今神子的出现，才能崛起的时机终于到了。神子大人，恭喜你加入太虚圣境，请随我去见圣主大人吧。我主持的这一届居然出现了一位神子，若是神子成为永恒大帝，那我的名字也会写入太虚圣境的历史，万古流芳啊！不愧是我看中的绝世天才啊！所以啊，我刚刚使用的是激将法，才把他的天赋逼出。你们大家都没看出来吧？喂，确实没看出来。我感觉自己像是脱胎换骨一样，全身充满了力量。神子大人，恭喜你加入太虚圣境，请随我去见圣主大人吧。且慢，我不同意，他肯定是作弊。我用法眼透视，这个普通凡人根本没有基础，肯定是用作弊手段才会引动琉璃塔。确实看起来神子平平无比呀。如果连这个废物凡胎都能当上圣子，那我这个准圣子岂不就成了连废物都不如的笑话？战王们都在起义，那我就趁机把这个蝼蚁给踩死。李天霸，你说神子作弊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要证据？好吧，让他与我较量一番，便可真相大白。你这个低级的废物，如果你大方的承认自己作弊，我就饶你不死，再让你给我当奴仆，每天给我穿衣提鞋，怎么样？李天霸已经步入筑基初期的境界，神子却还是一个无法凝聚气海的凡人。无论天赋如何，他能不能练成千斤的气力都很难说。两个人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。炼气满则筑基，筑基成则元婴。气海是修仙之人突破层层境界的关键。若是无法凝聚，神子大人想争得大道，怕是痴人说梦。
不行，神子还停留在练气期，而李天霸却是筑基初期，两人不在同等境界，又怎能比？谁说不能比？当年永恒大帝林振昭当选为神子的时候，战败了一位筑基级的弟子，才一战成名。若是凌风真是神子的那块材料，今天的试炼肯定会成功了。说的没错，绳子既然能被综合琉璃塔选中，那自然有它的道理。神子这次还是真的要凶多吉少。我捏死你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我今天就大发慈悲，给你一次作死的机会。我连气海都没有，想要越级而战，希望渺茫。看来只能赌一把。能死在我李天霸手里，算你这辈子最无上的荣耀。好。神子想战胜李天霸，根本不可能。风山拳，居然只能震退他而已，连气海都没有，居然能够在筑基期的一拳下安然无恙。虽然是筑基初期，又要高出整整一个大境界，更何况我们现在才仅仅是练到了崩山拳的大成境界，比试起来难以有胜算。能顶住我3层的功力，算你有点本事。小小之徒，感受下什么叫恐惧之力吧。你我之间的距离是云泥之别的距离。接下来，我就要使用全力了。竟然在一瞬间就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气场，仿佛整个空间都为之震动了。虽然当初琉璃塔未能选中天霸成为神子，但今儿便是他轻松击败这个凡胎，取代成为神子的绝佳时机。什么？李天霸还在凝聚灵气？难道他想一拳打死神子吗？我前世在混元子金峰以和为贵，可到头来还是被人灭了宗门。从今以后，我要换个国法，誓要斩灭诸天万恶，击败你们这些道貌岸然之辈。我要继续提升境界，再藏我一次崩山拳。我要继续提升境界，再藏我一次崩山拳。果然还是轻而易举的参悟到了圆满拳境，太好了！崩山拳，笑死了！你以为以这样垃圾的黄阶功法就能击败我吗？谁给你的勇气？是4大圣境的天籁歌者梁静茹吗？梁静茹是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。别唱了，别唱了，打起来了！崩山拳圆满境，这么厉害的吗？简直是不自量力！看来你是找死了。崩山拳简直是小儿科，恐怕连俺徒儿的一根毛都伤不住。怎么可能？我在筑基期练就的玄阶功法，怎么可能敌不过一个黄阶的初级功法？他连一个气海都没有了，凡体怎么可能伤住我徒儿呢？居然能从大成境界迅速顿悟到圆满境界，虽然是天赋极高妖孽，也需耗费数年才勉强练成啊！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在战斗中提升功法境界的绝技吗？琉璃塔果然没有选错，我就说嘛，神子是盖世天子啊！你没说过？我在第4级就说过。说啥呢？你们侥幸而已。这个瞎猫还碰着死耗子的时候，徒儿认真起来！你是唯一一个能让我李天霸认真起来的废物，那我就让你死得其所，太虚玄宗，闪电无影。没想到李天霸为了打败神子，竟不惜透支自己的气海，使出了玄阶禁忌功法太虚闪电诀。此功法能让他暂时拥有筑基后期的实力啊！若是强行开启禁忌之法，这1年之内恐怕再也无法提升了。神子与天霸在修为上的差距，还是存在到无法逾越的巨大鸿沟啊！看不见我，是不是很恐惧呀？你现在就像一只乌龟，而我就要瓮中捉鳖。废物！我的身形快如闪电，似魔鬼的步伐，看不见我，是不是很恐惧呀？现在就像一只乌龟，而我就要瓮中捉鳖。看到你这个样子，真让人好心疼啊！看来我的爱徒，那太虚闪电诀已经步入了大成境界。徒儿，
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，两个像吧，小爱徒。闪电诀，前世在紫金峰中我也修炼过类似的玄阶上品功法。倘若我用前世的修炼记忆来参悟他的功法，不知有没有用。果然是有用的。虽然无法彻底参透闪电诀的功法包，但我可以洞悉他功法上的漏洞，我看到他的破绽。哼，凭这种垃圾功法，也想破我的太虚闪电诀吗？2、3、即使是强大到你我这样的境界，也不可能在须臾之间能探觉到闪电诀的破绽呐！怎么可能？一个区区凡体怎么破得了我的闪电诀？神子击败李天霸了！徒儿，快醒醒啊，徒儿！神子果然非同凡响，对于凡人来说，能够有筑基期抗衡也是逆天了。而神子不但能成功破解玄阶功法，更是仅用一招入门的奔山拳，却能越阶击败对手。他的天赋真是深不可测啊！太好了，我得尽快获得更多的功法来提升自己。混账！你下手太狠了吧！竟然把徒儿伤成这样，你真是罪不可诛！混账东西，罪不可诛！什么混账？我有名字，我叫林峰，而且方才是他挑的事儿，你却反过来要诛我。老子有句话说得好，天地不仁，但你是真的狗。你说谁是狗嘞？你是狗！年轻人呐，我劝你好自为之，快束手就擒。我又没有错，凭什么我要束手就擒？林峰虽然贵为神子，但得罪了马宝真人，以后的日子恐怕不好过呀。马宝真人是大成级别的大能，自行修炼了同境界无人能敌的闪电五连鞭，一鞭下去啊，即便是元婴时期的修士也会灰飞烟灭。你个小龟孙执迷不悟，那就莫怪老夫不客气了。闪电五连鞭！哎呀！大意了，没有散开。年轻人不讲武德，爱骗，爱偷袭。明明是你先出的招。我1300岁的老头啊，你这样对我，今儿我就让你知道啥叫大成之威不可辱。一个大成境界的去欺负一个练习期的人，别说了，猪个不要脸！会不会啊？为啥？竟然顶住了！马宝真人如此大的威压，相当于无时无刻都在顶着筑基期全力一击的压力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神子他不单是天赋惊人，而且毅力如此坚定，那是不可多得的绝世天才呀！会不会啊？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这岁数，就算天大地陷，林峰也绝不为任何人而跪。就算我的性命，我林峰也要跟你斗到底！我看你是哪儿都不硬就嘴硬啊，我非压服你不中！他是想杀死林峰吗？你不还老祖吗？老祖来了！两位老主，参见黄河老祖，参见上官尊者。没想到，神子的天赋竟然惊动了黄河老祖和圣番尊者。你们竟敢对神子出手，难道是想叛教吗？风是被九彩琉璃塔选中的天兵之人，你是公认的太虚神子，你这小辈竟敢冒犯神子，该当何罪？两位老主，我下回不敢了。那还不赶快赔罪吗？这些人了，你都给我点面子吧！神子在上，我马宝真人眼瞎，我看起你这个泰山，中了吧？两位老主，阿宝冒犯神子乃是重罪，既然你有悔改之心，那就罚你把太虚圣境的茅房通通打扫一遍。啥呀？这也太重了吧？这个啊！两位老主，我这人最爱干净了，我去打上茅坑啊！想不到当神子这么爽。林峰，随我去面见太虚上主吧。林峰，
今日你成为神子，也是未来圣主的候选人，那我岂不是可以获得无穷无尽的修炼资源？这些老祖和圣人们都是上古时期的强者，修为早已踏入圣人境界。你可以任选其一，作为你日后的师傅。什么？这些老祖才圣人境界，居然连天仙境界都没到。想不到这东陵大陆还真是弱小。奇怪，神子怎么看起来如此平凡？这根基和天赋怎么还不如一个外门的弟子啊？是啊，神子先天气海不足，即便是修炼的再精进，终身也只是一个停止炼气期的武者。可是我们亲眼见证林峰击败了准神子和李天霸，应该是我们的修为看不透他。神子若能拜我为师，便将淬炼1000年的玄天灵石赠予你，500年后一定能成功修复气海。还是拜我为师吧，我愿献出女娲补天留下的星辰圣莲，再加上我的玄天神功相助，重聚气海只需300年。我出3万颗血龙结晶，你可愿意拜我为师？结晶算什么？我把毕生修炼的10万枚9天神玉是献出，神子200年后定能修复气海。老祖们开的条件都很不错，该选谁呢？真是烦恼啊！要花上百年，等修复出气海，神子都一把老骨头了。是阿难长老啊！我有涅盘经，若是神子天赋足够，10年足矣。10年？说笑呢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圣人境界都要花费100年来助神子修复，你一个化神境界有什么能耐？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阿难，平时劝你少喝点假酒，你看看，把脑袋烧坏了吧？神子，我练了涅盘经，乃是太虚圣境的无上妙法，可助肉身天赋重照，修复气海更不在话下。一旦修成圆满，还可铸就3界第一无量神体涅盘体。10年就可以修复气海，那还等什么？就拜他为师吧。长老，我不同意，那可是极难修为的功法，曾经无数的顶级高手选择修炼了涅盘经，都未能领悟其中奥义，白白浪费了几百年的时间。这样做太冒险了。诸位老祖，弟子愿意一试拜阿难为师，当场领悟涅槃经。至尊，请传授我涅槃经。想不到神子的根基竟然如此之差，糟了！刚才牛皮吹大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神子，我已将涅槃经灌注到你的识海，你现在便可以领悟了。好，我说的领悟是让你回去慢慢领悟，不是让你在这儿领悟啊！连一点反应都没有显现，涅槃经岂能那么容易修炼？想要见证神子达到第1层，恐怕得在这傻等几十年，甚至几百年的时间了。无上妙法，涅槃真经，大巧入主，成道无畏。我领悟到。天地灵气开始涌动了。天地灵气开始涌动了。这是领悟涅槃经境界的迹象啊！顷刻之间，神子就领悟了涅槃经的第1层，这么快？他的修为拥有炼气初期，达到了炼气中期，还在不断的提升当中。神子的天赋果然令人惊叹，牛皮终于圆上。证悟到涅槃经第5层境界，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气海正在丰厚，太好了！我要继续参悟。神子居然还在提升境界，这是金莲护体，天象赐福。我的天哪，神子已经达到涅槃经的第10层了。什么？第10层？不仅如此，神子的肉身正在重铸，已经由炼气期中期提升到炼气期圆满了。要知道，当年我可是花了5年才勉强做到的。这是哪位大能在突破大境界啊？这种异象已经几10年没有出现过了，定是有高人在太虚圣境顿悟出了极致境界。太震惊了！这1日10层的境界提升，就连永恒大计也没能做到。我们太虚圣境终于有望崛起了。
怎么样？现在他可以拜我为师了吧？不妥，神子虽然天资卓绝，达到了1日10层的境界，那也只是触窥门径而已。你们要知道，涅槃经是越往后越难突破的。是啊，除了统御东陵大陆的永恒大帝林真昭外，再无任何人修炼到圆满境界。阿难，你修炼了200年也没有成就，最后还遭到反噬，元阳尽毁，变成了女人。什么？变成女人？刚刚可没人说过这件事啊！这涅槃经还是葵花宝典啊？太虚圣境被其他圣境踩在脚下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我们等了几百年，才诞生了这位神子。如果修炼涅槃经未能成功，那你将是太虚圣境永远的罪人。是啊，一旦修炼失败，我们太虚圣境就彻底失去了崛起的希望啊！修炼涅槃经虽然风险很大，但这是助我修复气海最快的办法。看来我得赌一把。怎么办？倘若不修炼涅槃经，气海肯定难以快速恢复。鱼和熊掌无可兼得，看来只能先放弃神子地位了。弟子愿意拜阿难为师，放弃神子之位。原以为你小子是个天才，没想到是个蠢货。神子是太虚圣境至高无上的荣誉，多少弟子梦寐以求，渴望这个地位。你放弃了这个地位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弟子，那待遇可是天差地别。玉经魔力多成器，剑拔尘埃变倚天。弟子就是想向太虚圣境证明，即使我不是神子，照样也可以证得大道。倘若连这点考验都经受不住的话，又怎能助我太虚圣境重新崛起呢？不愧是琉璃塔选出来的神子啊！这种勇气与魄力，放眼4大圣境，也难以再找出这样一个人吧。我等修行数千年，心境竟不如一个小辈。那就便依神子所言吧。林峰，你日后便仅仅是阿难长老的亲传弟子。多谢各位老祖。师尊，徒儿，如今你已经达到第10层，通过涅槃经的洗涤，想必你的气海已经修复大半了吧？师尊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进入筑基期的修炼了？还不是时候。其实你气海尽毁也算是一种机缘。机缘？师尊从何得知啊？若常人练到你现在的修为，便早已步入筑基期境界。但这样下来，他们所练的每一层都无法达到极境。可徒儿你不一样，你佛教的气海可助你压制住境界，在尚未修复前，便能通过锻炼其他功法累积气力值，进而打造出雄厚的根基。在凝练气海时，便是你铸就史上最强炼气期之一。那炼气期的极限是多少呢？传说永恒大帝在炼气期曾达到8万斤的气力值，这可是几千年来都没有人曾达到的高度啊！若想要证得大道，看来我也要在炼气期达到8万斤的气力才行。来的正好，林峰，这是我的养女苏婉晴，以后你便唤她一声师妹吧。师妹好。师尊，凭什么是我先来的？她应该叫我师姐才对。林峰贵为神子，待他日后证得大道，你必能受益，叫他一声师兄，不吃亏。我堂堂一代摩罗圣境的尊者，当初若不是被仇人所害，需要涅槃经重铸修为，至于藏在这破地方，还得管连渡劫期都未到的人叫师尊。终有一日，待我恢复修为，我定要你们跪下谢罪。你还愣着干嘛？带师兄去藏经阁学取亲法。是师尊。还神子，不过就是一个连气海都没有的凡夫而已。阿难的发言，怕是被蒙尘了吧？连这种废柴都收当做徒弟了。喂，站住！你们是玄天峰的？是又怎样？看到我们马宝峰的人，还不赶紧跪下磕头？还不赶紧跪下磕头？这几年马宝峰的人经常欺负我们玄天峰。快跪下！凭什么？就凭你那个狗屁师傅阿难，还只是化神期圆满，而我们的师尊马宝真人早已突破化神界，步入大成境界。所以你们玄天峰的人见到我们，都得跪下磕头。想让我给你们跪下，你们还不够资格。必须练习期中期，你敢跟我们筑基前期前嚣张？要不是我的
修为还没恢复，凭我魔尊的功力，你们早就灰飞烟灭了。玄天峰的果然都是废物，今天就让你懂懂规矩。师妹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哟，你就是昨日靠作弊击败我师弟的林峰啊！一个连气海都没有的凡夫，竟然能够击败我筑究境界的师弟，想必一定是服用了金灵丹，偷偷提升修为。卑鄙！师兄，什么是金灵丹？金灵丹1年只可服用1次，服用丹药后虽可提升修为，但对灵力损害极大，在日后的修炼中恐怕再也难提升境界。我看这废物这个药效早就过了。那他今天碰到我呢，岂不是要倒霉了？天霸虽在筑基期初期败于你，只因他修行资历尚浅，根基不稳；而我们2个可是修炼了数十年的筑基期初期，根基那是相当老。我们只需要略微出手，就可以把你踩成土鳖。我看他的样子啊，都快要尿裤子了吧？我还要去藏经阁，你们一起上吧。什么？这凡夫要1人对战2位筑基初期，他是疯了吗？真是阎王面前充老鬼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我们所修炼的玄级功法闪电剑法，已到大成境界。闪电剑，传说闪电剑与马宝真人的闪电鞭法一脉相承，每次挥剑都犹如一道闪电劈下，让对手4分5裂，杀人于无形，见血封喉啊！闪电剑，筑基初期所爆发出的5000斤气力，就足以碾压所有炼气期的修士，更何况还是毫无气海的林峰，看来他必死无疑了。什么？这可是涅槃经第10层的迹象，对于低阶修士可以进行境界压制。经过对方的行为，他刚刚入门就达到一日10层的境界了，这也太逆天了。风山春，怎么会这样？一个连气态都没有的凡夫，怎么可以抵挡我5000年的闪电剑？真的是孽气重生，这不可能啊！原来在涅槃经的加持下，林峰的凡体已经得到了重塑，天地灵气汇聚，最后化为气力，竟然只用黄阶下品拳法，就挥出了近7000斤的气力，将2个筑基初期弟子完全碾压。此人天赋真是恐怖如斯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你干嘛？我就是想提醒你们，尿裤子。你给我等着，林峰！等着！不行，我可是堂堂一代魔尊，怎么会对这种无名之辈产生感觉呢？要保持住定力，绝不能让他看出我有任何异样。师兄，怎么了？师兄，谢谢你。不过，我们得罪了马宝峰的人，怕是闯下大祸了。早就得罪了，马宝真人这会儿估计还在洗茅厕。是谁？谁在背后说我呀？啊！原来这就是曹营啊，有点意思。林峰，见过师姐。我叫金梦兰，我在弟子选拔会场上见识过你的绝世天赋，想必你将来定能证悟大道的。多谢师姐夸奖。什第一美，我看也不怎么样。我们苦心追求梦兰那么久，他们能虏获她的芳心，这个废物凭什么？这废物因作弊被废了神子之位，现在还敢出来招摇过市？一会儿气力值测试，他一定露馅，这样梦兰就能看到他真实的丑恶嘴脸了。林峰，想必你是来挑选功法的吧？正巧今日由我来主持气力测试，那便是能测量出炼气7境界气力值的灵杯，传说由开天辟地的盘古之血炼化而成。藏经阁会自行匹配与你气力值相等的功法秘籍，有点意思。让我来试试。苏婉晴，玄天峰的废材，就别来这儿丢人现眼了，还不如留点力气回家绣花去吧。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了！玄天掌，
绿光？什么绿光？至少要气力值达到1000以上才会出现绿光啊！3000，这怎么可能？玄天仙剑作为入门弟子能得到上古剑仙牛欢亲传的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婉晴师妹，恭喜啊！仅仅1年就达到3000气力值，甚是厉害。多谢了。区区3000战力，有什么好惊讶的？真是没见过世面。天才欧阳博，据说他仅仅修炼1年，就达到了气力值大成境界。据说他为了提升气力值，每到50就用3味真火淬炼肉体，到了亥时就用天寒玄冰浸泡身体，反反复复，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呐！他凭着这惊人的毅力，让气力值提升不少，实力大成。姑娘们都疯了吗？这种男人在我们魔洛圣境连夏董都拼不上。你就是被圣主剥夺了神子之位的林峰吧？连个气海都没有的凡夫，圣主没有把他踢出太虚圣境，都已经是太仁慈了。是啊，林峰，你也不嫌臊得慌。我要是你被剥夺了神子之位的话，我哪有脸出来见人呢？我可以作证，林峰是自己放弃神子之位的，他的天赋毋庸置疑。有没有天赋我不清楚，不过主动放弃神子之位，就足以证明他的脑子肯定是被驴给踢了。哎，林峰啊，你要是当众承认你的神子之位是被剥夺的，我还敬你是条汉子；你要认为自己就是个智障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我师兄是来领取功法秘籍的，不是来听一局泼妇骂街的。泼妇？你骂谁呢？说的就是你。好，今天就让你们看一看炼气期大成境界的实力。哇，这星光，这金光啊！我操，8000，差一点就超过林贝测试峰值10000斤，天纵之姿啊！这是多少炼气期修士10年都望尘莫及的实力！求战神功！看来我所展现出的超级天赋已经把你给惊呆了。怎么样，林峰？你现在已经吓得说不出话了吧？林峰，你好歹也当过1天的神子，何不展示一下你的实力，让大家都看看？显摆什么啊？待本魔尊恢复修为，这蝼蚁我根本不放在眼里。今日在与马宝峰弟子对决时，林峰所爆发出的气力值应该有7000斤。倘若在大庭广众之下输给了欧阳博，肯定会被冠于史上最弱神子的称号，怕是要成为100年来的笑柄了。那我就试试。听说你师傅修了半年才达到涅槃境的第1层，而你才刚入门，想必连涅槃境的初窥门径都没进入。我就坐等看你这个废物的笑话。本来打算低调选取功法，可是你们非得逼我装逼。好吧，那我就满足你们的心愿，装个大逼。这些钱都要挥出去了，还丝毫感受不到他调动的灵气，这么弱的天赋，怕是这林贝连反应都不会有吧？欧阳师兄，此言差矣。他可是获得琉璃神塔的认真的神子，我们也得相信他。一个贬低，一个捧杀，两个废物配合还真是默契。这林贝果然没有反应啊！这么弱的天赋，滑天下之大稽呀！看来师兄要成为100年笑柄了。这里反应了，你们快看！金光，金光，我不用慌，即便是金光，那我也胜券在握。毕竟我的实力已经达到炼气期的大成了。目前气力值测算，林峰仅在短短1日就已经进入炼气期圆满境界，这绝对是神子的资质啊！这是什么样的天资啊？什么10000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才入门1天呢！这1日10层的境界提升，太可恶了！我苦修1年，偷吃了师傅数10颗武神丹，才达到炼气期大成，没想到就这样被练了1天的林峰给碾压了。天劫功法，
天阶功法，金中诀，是这林峰运气也太差了，怎么拿到了一本天阶功法？天阶功法极其深奥，需领悟天地之运理，调动万物之灵气方可修炼。这本功法对于林峰来说，相当于一本无字天书啊！就算是拿到了，也领悟不到。天阶功法，传说永恒大帝林真昭就是凭借此防御功法，成功挡住了想要吞噬三界的洪荒魔罗。林峰虽然拿到了天阶功法，可惜啊，以他目前的修为，无法参透其中奥义，不可能修炼成功的。金中诀太好了，有防御功法在身，正好可以弥补我气海不足的缺陷。身在干嘛？当众修炼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一幕好熟啊！难道他又要当场顿悟了吗？我们确实见过林峰当场顿悟涅槃经，但这是天阶功法，需要凝练体内的气海来调动天地之灵气。没有气海的辅助，仅凭肉体与识海是很难修炼成的。居然当场练起了天阶功法！此子虽然天赋超凡，但怎可傲慢到要当场修炼天阶功法？就算强如我长眉，也需要调动万物之灵力来助我顿悟。即便如此，我也花费了数年的时间才得以出窥门径啊！没想到他不仅放弃了神子之位，如今又要当场修炼难度极高的天阶功法，简直就是哗众取宠，愚蠢至极呀！装模作样，以为随便比划两下就能练成，糊弄3岁小孩呢。是耗焚烧白扯不得鬼呢。道生化随，乾坤无极，上善无为，万法归真。练成了，练成了！这是练成了，如此厉害，真有如此吗？练成了，就让我尝试运转一下这天阶功法吧。那好像是修炼成功的迹象啊！怎么可能？仅仅眨眼之间，林峰既然真的练成了天阶功法，还是圆满境界，不愧是神子之姿啊！我没看花眼吧？这林峰就这么轻易练成了？不愧是我长眉看中的弟子，我早就说过，以他的盖世天资，修炼天阶功法本就是一瞬间的事情。果然不负众望啊！喂，你之前没说过？我说过。哼，没有吗？这个我不记得了。练完此功法后，好像感觉自己的肉体得到了再次重铸，全身涌起源源不断的力量。天阶功法修炼难度非常大。普通人如若想修炼到大成境界，都需要耗费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时间。想不到神子竟打破了定律，眨眼之间便修成了大成境界，聪明绝顶啊！如此超凡的悟性，太震撼了！斗转金中诀是极难领悟的天阶功法，就算拥有超级天资的金丹期修士，也需要参悟数年之久。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？竟然耗费了我2个领悟点。看来此功法的确很难修炼。什么？即便修成了天阶功法，他居然看起来好像还是不太满意的样子，自己的要求也太严格了吧！林峰，快成长起来，成为大帝吧！太虚圣境在等你助他崛起。林峰的天资真是深不可测啊！不行，我在干什么？我可是堂堂一代魔尊，怎么会对这种无名小辈产生感觉呢？像这种功法，我也能瞬间领悟。难怪师妹们会为他着迷，连我都有点钦佩他。一个被废掉的神子有什么好骄傲的？你就是林峰，就是。师兄，此人是马宝真人的大弟子李天行，太虚圣境的圣子之一，性格嚣张跋扈，平常欺负我们玄天峰最为甚，十分令人厌恶。
真想不明白，我弟弟乃是天资极高的筑基初期，怎会败给你一个练气期的废物？本圣子素来仁慈，今日只要你当着众人的面爬过来为我舔干净鞋子，日后见到我马宝峰的人都要叩头作揖，兴许我会考虑放你一马。李天行，你过分了。虽然你贵为圣子，但我太虚圣境也有宗门规矩，藏经阁乃是专营之地，不是你来闹事的地方。姬梦兰，此前我恩赐你做我的追随者，你不愿意也就罢了，想不到进去袒护一个连气海都没有的废物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林峰哪有神子之姿，乃是我太虚圣境百年难遇的天才，品德高尚。而你虽有圣子之名，却常在背地干这种苟且之事。论天赋还是德行，与林峰相比，你差得甚远。你让你做我圣子的女人，是你500年修来的福分，你不领情也就罢了，居然去抬高那个废物来羞辱本圣子，你是不是以为欺凌一个姑娘算什么男人？有本事冲我来！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没有了神子之位，你就是个废物。信不信我只需挥挥衣袖，便可以将你碾压成齑粉？真是红颜祸水。李天行可是筑基后期的境界，实力太过悬殊。师兄为了女人，还偏要给自己找麻烦。圣子，方才我在路上跟他战斗过，他的气力值已达7000，不如小虚。这么点实力就怕了？马宝峰怎么会有你这2个软蛋？区区蝼蚁竟敢不给本圣子颜面！梦兰，今日我就要让你亲眼看到这废物是如何被我踩成肉饼的。既然你非要纠缠到底，我就接受你的挑战。那我就成全你。李天行可是天阶的高手啊！欺人者人恒欺也，嚣张跋扈，终会遭到报应。我就站在这儿不动，你尽管攻来，我知天高地厚。李天行可是百年一遇的超级天才，仅仅修炼1年，就已达筑基期后期境界。各国他们实力悬殊，他本人心狠手辣，林峰怕是要遭罪了。竟然想站着迎接我们圣子，真的是白痴行为。真不理解，师兄是脑子进水了吗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都不过。何况我已经修成了天阶功法，应该可以应付。完了，或许今日就是林峰的忌日了。今日我就要让太虚圣境的人都知道，如何被我李天行收服的一条狗。林峰，李天行可是我马宝镇最得意的弟子啊！当年弟子选拔赛时，差一点就被琉璃塔给选中的圣子，如今是同境界最强。对付你这个练气期，然说是大材小用，但是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师傅，好了没有？我好急呀！今日我就要让太虚圣境的人都知道，如何被我李天行收服的一条狗。走软金龙诀，这速度快得像光一样，令人难以置信。林峰现在死定了！师兄，射手别太轻啊！哎呀，真是不自量力！青中诀可是极难修炼的天阶功法呀，就凭你个练气期的，最多也只是个出鬼门境而已，入门都是很勉强啊！还想挡住俺徒儿的太虚3殿长，难于上青天呐！林峰居然挡住了林天行的一击啊！李天行的太虚闪电掌可撼动泰山，竟然被金钟劫给挡住了！啥呀？大成境界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要想修成天阶功法圆满境界，至少需要数十年呐！他区一个练气期，怎么可能做到呢？哎呀，竟练成了金钟诀大成境，这废物是如何做到的？林峰少主在练气期，竟能在一瞬间就将天阶功法修炼至大成境界，果然是我崇拜的超级天才啊！那又怎样？你以为仅凭防御功法就能赢得了我？区区蝼蚁，看我如何拧爆你的脑袋！柔软金龙诀。
的龟壳就要裂开了，雨区炼祭期，我看你如何抵挡得住？不是去。啊！这啥回事？这啊！太震惊了！林峰是什么妖孽啊？竟然用黄阶下品的拳法把李天行打飞了！这是我生平见过最强的天才，没有之一。师兄刚刚爆发出的气力，好像比之前更强了。天阶功法一旦达到大成境界，不但能重铸肉身，更能增强修炼者的根基。估计林峰这一招至少得有15000斤。山子，你没事吧？2个蠢货，这叫只有7000斤的气力，明明是2倍好吗？真是被这2个废物给坑惨了。林峰，你以为仅凭蛮力就可以赢得了我吗？这不仅比的是修为，还得靠脑子。你中计了。就在方才，在你周围暗中布下了3边锁魂阵，竟一点都没有察觉。不愧是太虚圣境的最强大脑，真是聪明绝顶啊！3边锁魂阵，传说那是马宝真人在他的绝学闪电武灵鞭中演化而来的秘传阵法，是用麒麟血炼制锁魂灵石布阵，专门用来困住天地妖孽灵兽的。一旦被阵法锁住，其身上灵力就会被削弱将近7层。也就是说，师兄在锁魂阵里面只能发出3层的功力。没想到李天行为了对付林峰，竟然动用了稀世重宝。那该如何破解呢？除非修为达到金丹期以上，否则根本无法解。太卑鄙了，竟然敢阴了我！哎呀，不愧是我马宝真最爱的弟子啊，继承了我引仙交炸，哎不对，诛之夺目啊！李华，在我秘传的3边锁魂阵面前，纵然是你有3个头6个臂，也是插翅难逃。天行，为我马宝峰争回一点颜面，就全靠你啦！糟了，根本发挥不出全部的气力。能逼我使出3边锁魂阵，算你有点天资了。如今我再送你一招闪电3连鞭。没想到李天行竟然修的闪电天法，虽然没有达到马宝真人的5连鞭，但也足够碾压林峰了。怎么办？再这样下去，林峰就危险了。师兄小心！胡乱金龙鞭，灵力受限，胡乱金钟诀使不出来了吧？那我可要挥出第2鞭了。哎呦！李天行的第1鞭已经如此炸裂，后面2鞭会越来越强大。林峰根本毫无还手之力，已经是待宰的羔羊了。你说什么？林峰可是有神子的盖世天资，是一个圣子，又怎能奈何得了他？他已经无计可施了。面对锁魂阵，别说是练气息的繁殖，就算是重技术的修士也会出我肉刑啊！圣子的实力远超林峰，林峰哥哥小心啊！这么走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得破解阵法才行。不知用我前世的修炼技艺，能不能看破这阵法？废物，害怕到闭上眼睛。这个林峰怎么定住了？他在干嘛？并不是，虽然我不懂其中道理，但上次击败李天霸时，他也是这样的。水满则溢，月盈则回。这天地间根本没有完美的事物，就如这世上没有一面不透风的墙，阵法也一样。我找到锁魂阵最薄弱的阵眼了。既然这样，送你去死！怎么会这样？我苦心布下的锁魂阵被我自己给毁了！什么？啊，这神子果然是天才啊！原来锁魂阵的薄弱处在东南角的阵眼上。林峰虽然无法调动灵气，但他却利用李天行的闪电鞭成功破解阵法。林峰果然足智多谋，让李天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林峰真是厉害，越培养。多谢你，破了自己的锁魂阵。即便破了我的锁魂阵，一样可以赢得了你。闪电鞭的最后1鞭，足以让你魂飞魄散。
我的崩山拳威力不及他，如果我再参悟一次，会不会再增强了？那个亲娘啊，徒儿终要使出最后一遍了。这从境界中还没有任何弟子能够承受李天野的第3遍，林峰你也不例外，等他死翘翘吧。这第3遍的威能，恐怕已经达到半步金丹的修为了。可惜我的攻击功法就只有崩山拳了，那就赌一赌。别故弄玄虚了，你是避不开闪电鞭最后一鞭的。为修此功法，我每日苦练挥鞭3万余次，前金顶1万余回，终练到大成境界。如今同境界中再无敌手。林峰，无论是比努力还是比修为，本圣子都全面碾压你了。想要打败李天行，就必须再次突破全境，才有胜算。道行无窍，天地归一。我竟然真的突破了圆满境界，领悟到了崩山拳的究极全境。那就试试究极全境的威力。其中转乾坤万法归于究极崩山拳。我勒个亲娘啊！天行都用了我秘传的3件鞭法了，对不过这个练气机的小屁孩儿！我勒个亲娘啊！居然能打败圣子李天行，不愧是我阿难的徒弟。不愧是我看好的神子。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拳法？竟然打败了师兄的闪电鞭！师兄，师兄，我就说林峰有神子的盖世天资吧，怎么样？见识到他的厉害了？想不到师兄竟突破圆满，运用出更高一层的究极拳境，加上斗转金中诀贯穿经脉，根基的提升，爆发出的气力比之前整整提高了数倍。林峰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得罪了圣子马宝真人，饶不了你！对！林峰，今日起我愿护你左右，追随于你，直到你证得大道。什么情况？师姐吗？林轩就是林峰。师姐要追随于我，你可愿意？林峰不才，修为还不够，恐怕还没这个资历。林峰，你谦虚了。我金本来一直梦想能追随一位天资卓绝的天才，与他一起并肩修行，而你乃是琉璃塔选殿天品之人，能够追随于你，是我的荣幸。可以让师姐追随于我，也是我林峰的荣幸。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但说我爹曾是太虚圣境的一位长老，如今被仇人陷害。倘若有天你达到圣人境界，我希望你能为我出手一次，为我爹报仇雪恨。既然师姐已经追随于我，那你的事便是我的事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共同印证大道。峰哥，我也要追随你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我看还是算了。峰哥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我都要追随你。你是魏大哥，终是魏大哥。我欧阳博跟定你了。气死我了！师傅，你在这家丢人可丢大发了！你瞧瞧你们给打的，你赶紧给我说主啊！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你还有脸回来了啊？这马宝峰的脸都快被你丢尽了呀！好你个林峰啊！2日之内，你竟然打败我2名高徒！我马宝峰啥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呀？林峰，我要弄死你！我要让你知道啥叫大成之位不可容易啊！气海无法凝聚，始终是我的缺陷。战胜李天行只是侥幸，若不再彻底修复气海，恐怕修为就会停滞不前。徒儿，找为师何事啊？师尊，由于失去气海，弟子只能靠肉身催动天阶功法。如今肉身的承受力已到极限，倘若要完美的驾驭天阶功法，提升修为境界，就必须彻底的修复气海才行。徒儿莫急，欲修复气海，需要练到涅槃境第30层才行。以你的天赋，不出10年，应该就能达到了。10年？那你想多久？1日。
为师明白你急于修复气海，当年为师也是花了几十年方才成功，纵然是永恒大帝转世，也绝无可能。弟子愿意试一试。为师知道你天资超凡，可这想要达到30层，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得到的。日后你要跟为师好好练，保你10年之内方能达成。10年太久，我要只争朝夕，我一定要参悟到涅槃境第30层，彻底修复气海，万物有境，心神合一，仙道无毛，涅槃虚幻。我已经参悟到第15层了。什么？转眼间居然已经突破到第15层了？怎么可能？15层，为师当年也是花了10几天嘛。啊，师傅，您刚不是说几十年吗？你定是听错了。哦，听错了。这15层是初级，往后的每一层会更难。想要一日达到30层，纵然是绝世天资，也差太远哈。气走八脉，涅槃之境，无为自化，正统万法，无相助助咒，寂灭度真灵。第18层。哎，原来参悟涅槃经，越往后修炼所耗费的灵力就越多，在修炼到第20层，就明显感觉体内的灵力快要耗光了。太不可思议了，竟能引动如此的天地异象。又有高人在太虚圣境顿悟出了极致境界。哎，我为什么又要说出一个又字？仅需1日就练到了20层，这也太逆天了！真没想到，我太虚圣境居然出了一位前无古人的超级妖孽，崛起有望啦！想当年，阿难修炼到第20层，花了他30多年时间。想不到林峰在1日之内竟飞升至20层，这真的是前无古人的神迹呀！太好了，我已经感觉到体内的气海了，必须战胜筑基。说什么要一口气顿悟到第30层。我以为你要花上数十年，没想到你1日就达成了。你现在就是需要大量的灵气来凝聚你的气海，否则日后根基必定受损。为师助你一臂之力。我耗费100年萃取的筑基液都在这儿了，就看你能吸收多少了。这没了。居然还不够，究竟是什么样的气海可以容纳如此之多的灵气精华？气海如此之庞大，竟然引动天地为它收纳万物灵力。这哪是气海，简直就是真正的大海啊！一个炼气期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气海？林峰，不能再吸了。林峰，我的身体受不住，这块地面不要再受了。一旦你的身体承受不住气海的膨胀，就会七窍流血、炸裂而亡的。我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气海了，我还能吸收，我一定能造就史上最强气海，成为东瀛大陆有史以来最强的修仙者。我身上的灵力怎么突然被抽干了？这是谁干的？他不仅在吸收天气灵气，好像万物的灵气都在被他吸纳。我的金丹，我的金丹！啊！是何人抢我的金丹？啊！
涅槃重生，四比大成。他真的达到1日30层，修炼出了初步涅槃境。这件事若传出去，定会震撼整个圣境。徒儿，恭喜你铸就了如此庞大的气海。保守估计，你的气海容量已经超出了平常人的数10倍。师尊，这气海越大就越好吗？并不是，你现在已经步入筑基期境界，往后提升修为的每一步都需要不断的凝聚气海，直至结成金丹。故而进入金丹期的修炼，对常人来说需要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，而你的气海如此之庞大，即便天赋再强，恐怕也得上千年啊！上千年。不过气海容量越大，你所驱动的气力值也就越大。一样是使用同等级的功法，你的力量也是平常人的数10倍。凭借如此雄厚的根基和气海，在同境界中，你再无敌手，甚至还可以跟那些老妖怪们越级而战。林峰虽然在筑基期同境界中无敌，但是想要凝聚气海步入金丹期，恐怕还需要漫长的岁月，不知是福还是祸。还原圣境的人来了，说是要和我们太虚圣境来一场弟子间的切磋。这混元圣境不是一直和我们太虚圣境不合吗？怎么突然就派弟子前来切磋交流了？每当赤月巢穴开启前，他们都会派弟子前来，表面上是邀请我们赴约，暗地里其实嘲笑我们派不出弟子去那。赤月巢穴，等你修行到一定境界，为师自然会告诉你。我们4大圣境竞争不断，尤其是混元圣境，时常把我们踩在脚下。以后如果在外面遇到了混元弟子，一定要格外小心谨慎。走，我去会会他。按照规矩，你属于初级入门弟子，没有资格参加比武切磋。走，去看看。师尊，那看看吧。哟，这不是阿南道友吗？差点忘了，现在应该叫你姐姐了。比武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届时你太虚弟子被我弟子玩腻了，你可不能哭鼻子。就怕你的徒弟也和当年的你一样，被我打得落荒而逃，连裤子都没提上，那可就要出笑话喽。当年是我太轻敌了，这笔账我迟早要给你算。林峰，不要气馁。虽然你现在等级不够，不能参赛，但你在太虚弟子中已是佼佼者，来年就能参赛了，定能为我太虚圣境争光的。谢谢师姐。今日混元圣境不远万里前来切磋交流，各位弟子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一次比武的机会。下面我宣布，比武正式开始。在下张庭，能与我混元圣境排名第4的弟子比武，那是你们一生最荣耀的时刻。嚣张得很，光说不练假把式。我来挑战你。既然想自取其辱，我便成全。除了我大哥之外，我就是炼气期的最强武者，只用一拳就能让你粉身碎骨。欧阳博不会是炼气期的最强高手啊！欧阳博的拳速已达到了极限，同境界的弟子根本就无法应对。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轻而易举的就接住了，看来他的实力不容小觑啊！果然是个没用的废物，就这点本事还敢来丢人现眼，竟敢小瞧我！拳劲太小了，你难道是没吃饭吗？这是个什么怪物啊！我的灵力竟完全被他压制住了，真没意思，不跟你玩。混元神掌！这小子虽然语气嚣张，但的确是个天才。物色气力值已经达到4万斤以上，就算是林峰上，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难道太虚圣境就这点本事吗？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哎，这不是师姐苏婉晴吗？师姐当年也是天才人物啊！如果师姐上场，我们就胜利在望了。师姐加油！师姐加油！加油！师姐加油！师姐加油！师姐加油！加油！姑娘，
在废物当中，你还算是有勇气。你们俩一起上吧，一起上。就当拿你们两个废物活动筋骨。上！再下一城，耶！张庭毕竟是筑基后期，就算是10个欧阳和晚晴，都不可能战胜他。这太虚弟子怎么这么不堪一击？我徒儿还没使出全力呢！啊！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把2个蝼蚁踩倒，还真没有成就感。我跟你拼命了！真烦，垃圾粘在手上还甩不掉，求饶吧！求饶，门都没有。喂，比赛只是切磋而已，你怎么能放过伤人呢？对不起，是他太弱了，我真不是有意的。大哥，我给你丢人了！你们先下去。走。怎么又来一个废物？这里还轮不到。混元小贼竟敢到我太虚圣境撒野！今日本圣子就要替天行道，别怪我没提醒，劝你还是先备上还魂丹。若是被我的闪电鞭击中，那可是要魂飞魄散的。区区一个排名第4的混元弟子，竟敢嚣成这样！你的武力在本圣子眼里，就如荧光之于皓玉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太虚弟子比武都是废物，吹牛反倒实力不俗啊！今日若是不把你踩在脚下，我就不是太虚圣子。哎呀，这帮饭桶啊！这几日你不知道吧？俺徒儿为了提升功法，一天飞鞭10万次，再加上我收集的天才灵宝为他助体，不是莫名其妙了，被吸走了一部分。别说3鞭了，4鞭都练成了啊！这也对付你是绰绰有余了啊！不出2鞭，那个张庆啊，便跪地求饶啦！爆发出来的威能果然不同凡响，这回我们太虚圣境是要扳回一城了。阿南，你这个废物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我马宝真人最强的弟子，等天行战胜了混元圣境，我的3殿5连鞭法将会名响东陵大陆。张庆被鞭打的劲儿，就是林峰的明天。怎么样，见识到闪电鞭的威力了吧？你也就比那2个废物强一点而已，还敢嘴硬！方才我只是试探你的功法，没想到你竟如此嚣张跋扈，还妄想可以与我匹敌，可笑！这小子的实力果然深不可测呀！难道我们太虚圣境就这么输了吗？混元神掌！说，俺徒儿被击败了，这不可能啊！哎呀，我不能活了呀！我不想活了呀！我不想活了！太虚圣境新一辈的圣子居然如此之弱，别得意的太早了。就算你打败了我，恐怕也打败不了太虚圣境的最强弟子。他可是能让琉璃塔认主的昔日神子。你们废物堆里还有此等人物？是，
他就是改变时代风气、封魔万千少女、吸够青年人的内涵，正是我九州5届的超级天才林峰。打不过张子修，就加倍奖。你这样搞我很尴尬的。林峰，只要你也败给了张庭，就再也没有人记得你曾经赢过我的事情。孟兰见到你被痛扁的样子，她也会对你失望至极的。你死定了。此时将林峰推出来不合适吧？他虽然是盖世天资，但也弥补不了气海巨村的缺陷呐。以他现在的气力值，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啊！贸然出击，肯定会被张庭虐杀致死的。对，李峰才加入太虚圣境短短几日，这场比试对他来说太危险了。哎呀，简直是找借口了！才加入圣境几日，那当初林峰以圣境的身份击败天霸，那可都看着了。这就足以证明林峰天资超越，此战关系到俺太虚圣境的脸面。林峰，你就是俺最后的希望，加油啊，加油！可恶，这个李天行明明就是让师兄去送死，还说得这么道貌岸然。看来太虚圣境全军覆灭，无人应战呐。只可惜呀，张庭是我们混元圣境的普通天才而已，比他厉害的比比皆是啊！你说气不气人呢？啊？那就让我这刚加入圣境几天的弟子林峰前来会会。我大哥要替我出头了，太感动了！林峰，张庭就交给你了。原来你就是那个所谓的超级天才。你说你刚加入几日？不到3日。刚入门3日，再天才能强到哪儿去？那我就让你一只手。前面那几个是废物，而你是蠢货。那你又是什么东西？像你这种小小之辈，我打10个都不在话下。那我就让你一只手。你这副狂妄的嘴脸还真是可笑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到你跪地求饶的样子。师兄小心！什么？林峰连功法都没有使用，就接住了张庭的全力一击？就接住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刚刚那一拳，我可是用尽了全力，居然被他压制住了。在废物堆里，你是唯一一个值得让我拔刀的人。不过，当你看到我这柄刀时，也就是你的死期。混元神掌只是张庭日常运用的玄阶功法，而不知名的神秘刀法才是他的必杀技。据说见过其刀法的人都被其斩灭，无一生还。难道这就是来自贪玩蓝月大陆的传世之刃吗？怎么会在他的手里呀？传世之刃？没错，这把刀是用极寒玄铁制成，重达1000斤，杀人不见血。只因血还没有溅出，就已经被极寒玄铁凝结。传说最强武者渣渣辉就是凭此刀斩灭强敌，大义灭亲，连兄弟都敢砍，最终征服了整个蓝月大陆。这下林峰真的有危险了。岂止是危险呐，都有可能剁成肉泥呀！今日就用你这废物的血来治你的传世之刃。呀！斗转机动拳！没想到林峰用的是斗转金钟诀，挡住了张庭的这一击。要知道，张庭这一击的威力，足可以开天辟地呀！只懂防御的废物，有种走出龟壳和我正面对决。那我就放弃防御，你尽管来攻。真是个蠢货，只是用了一下激将法你就中计，那就让你尝尝我圆满境界的千刃刀法。千刃刀法，放眼东陵大陆同辈之人，
无人能挡住张庭的玄阶上品刀法。此刀法的奥义，用灵力凝聚在刀刃，再形成千刃之力，一刀劈出，千刀万剐。别说是筑基期，就是金丹期修士，也将会削成肉泥。林峰，纵然你有9条命，也不够死的。张庭，你可要使出全力啊！弄死林峰，弄死他！啊！啊！我接住了，这空手接盘刃啊！这就是炼到涅槃经第30层的效果，再加上庞大的气海运转和凝练，灵峰重铸的不坏金身，不亚于任何金丹期的炼品。好强的握力，感觉像一座大山压在了这刀刃之上，拔不出来。他到底是什么鬼？赤重崩山拳！乖乖，这太厉害了吧！这怎么可能？就一拳就将张庭击倒？气海庞大的优势终于显现了。林峰，怎么样？体验到力量强大的快感了吧？不可能！这种烂大街的黄金下品功法，居然能爆发出6万斤的气力，还击碎了我的传世之刃，这根本不可能！难以置信，短短的数日，林峰竟然就修复了自己的气海，并且爆发出如此强大的气力值。哎呀，真是惊天神迹呀！这怎么可能？大哥真厉害！林峰怎么变得这么厉害？赢了，正子，你这是喜极而泣吗？我们果然是同道中人啊！大哥赢了，赢了！去死呀！呀！哎，这是师弟，你输了。是师姐救了你，要不然你就死了。据说花月初的剑法出神入化，继承了上古剑仙牛欢的天阶剑法，实力相当恐怖。就算师兄再逆天，你还是很难有胜算。阿南，花月初可是我排名第2的徒弟，他早就修炼成了半步金丹，对付你这个筑基初期的徒儿，简直是易如反掌啊！你不想让林峰死得快，还是让他趁早认输吧。这句话还是留给你自己吧。林峰，你很强，但是我的剑更快。行。这把剑是我用天地灵气蕴养50年，与我神魂共体的本命剑福莲。他斩过无数妖孽与金丹强敌，每当划过空气，都会爆响出那些亡魂的哀鸣。你今日有幸见他，也是一种缘分吧。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50年前为父报仇，传说仅用一柄飞剑就屠戮了一整座宗峰的女剑魔雪莲仙子。更令人胆寒的是，当年他才仅仅是筑基期呀！雪莲仙子剑法超群，极若游龙，杀人不见踪影。希望他还是给林峰留个全尸吧。长老，你说什么丧气话呀？大哥这么强，肯定能留个全尸。不是，肯定能赢，肯定能赢。如果她真的是传说中那个女人的话，或许林峰真的危险了。林峰，我要出招了。这是个高端剧啊！姑娘，你很强，你也很强，你是我值得尊敬的对手。
林峰，你真是个10年难遇的对手，竟能与我旗鼓相当。我8月初在太虚圣地能遇到你如此强敌，真是幸运。你也是个可敬的剑圣，接下来我要用全力的。什么？什么？还没有全力吗？杜仲生，你这涅槃帖，就算是永恒大帝林真昭，也需数10年的时间才能出正境界呀！这简直不是天才呀，这是变态级的天才呀！林峰，把我风打倒了！我的八宝峰！哎呀！我大哥一拳轰塌了一座山。他什么时候将涅槃经跟崩山拳融合在一起了？没想到林峰这小子悟性这么高。从混沌初开以来，我从未见过有如此逆天的弟子。不出10年，他的修为说不定会超过东陵大陆的所有人。林峰，我输了。今日起，我要回去再闭关修炼10年，希望10年之后能再与你一战。我随时奉陪。今日比武，我混元圣境甘拜下风。3月之后，赤月巢穴开启之时，林峰，你有胆就来参加。我混元圣境真正的顶级天才，一定会将你碾压致死。我会有期。哼，慢走，不送。赢了，是怎么赢了？我们赢了，终于有希望写入历史了！你赢了！哎呀，我的八宝峰啊！哎呀，八宝峰！我要弄死你，林峰！师尊，赤月巢穴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，赤月巢穴是东陵大陆上的一处秘境，每逢10年开启一次。由于结界所限，巢穴只允许金丹期以下的修士进入，那里藏满了天才地宝，尤其是孕育在赤月巢穴内的那一枚神珠，聚集了天地间最精纯的灵气，可助筑基期修士断筋炼骨，成就无上根基。几百年来，我们太虚圣境在赤月巢穴被3大圣境联合所针对，每一届的弟子无一例外命丧黄泉。所以这几10年以来，我们再也没有派出过弟子进入过赤月巢穴。弟子想去试一试。太危险了，那里不仅有无数的顶级天才，还有修炼了几千年故意压制在筑基期的老怪物，他们为了夺取金丹，甚至互相残杀。徒儿，修炼期还有很多方法，没有必要选一种最冒险的。可是，如果连赤月巢穴都不敢去的话，又怎么能练就我的无敌之心？未来的我又如何成就无敌之道呢？想不到我徒儿有如此魄力，但赤月巢穴聚集着东陵大陆最顶级的强者，以你目前的实力难有胜算。师尊不会骗我，看来我还需要赶快提升修为才行。听欧阳博说，冲击太虚排行榜可以获取上古修炼资源，不妨去试试。师尊，太虚排行榜是什么？你居然知道太虚排行榜？林峰，那便是太虚排行榜。结果，太虚排行榜分天地2榜，就位在金丹期以下则可挑战地榜，只有迈入金丹期以后便可挑战天榜。但不论是天榜还是地榜，挑战难度都极大。是啊，师兄，听说100年间有无数弟子进入藏经阁挑战，但是最后没有一个人能上榜。你确定要挑战吗？地榜前100名，每一位的分身可都是达筑基期圆满的上古大能。
这些大神随随便便都能把你打得连亲妈都认不得。听你师妹的话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别人不行，但林峰一定行，他就有神子之姿。那又怎么？地榜上哪位不是大神？神子之姿也不过如此。今天我林峰就试一试。吹什么牛皮呢？想要途经太虚地榜，这可比登天还难。他能挤进榜单，就算是幸运的了。确实，又来了一个挑战榜单的废柴，劝你还是回去吧。少废话，我要挑战地榜第100名。在下林峰，请赐教。摘下马宝是太虚圣境100年来难得一见的武林奇才。最近我在研制一套3点5连鞭，虽然只练到了2成，但是对付你应该是绰绰有余。闲言碎语不用讲，来吧！3点5连鞭呀！原来他就是马宝啊！想不到年轻的时候这么弱。恭喜你打破保持100年的记录，荣登太虚排行榜地榜第100名。太夸张了吧！眼睛还没长完，林峰就已经把马宝真人挤下排行榜了。林峰已经达到100名的位置，想当年马宝真人也是在注意期才到巅峰的天才。那我要挑战第50名。小子，别太嚣张，挑战排行榜最多可越10名。好吧，那就第90名吧。在下林峰，请赐教。快看，排行榜又变了，不合适。第50名，第14名了，第30名，第20名，把你们第10名给我叫出来。师尊。想不到师尊在修炼涅槃体前还是个美少男呢。徒儿林峰，请赐教。我叫阿难，就是你小子要挑战老子？师尊年轻时就是个酒鬼。师尊，请赐教。我叫阿难，就是你小子要挑战老子？什么情况？分身是没有感情的，他只会一句开场白，你一问他，他就会这么回答你。师尊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能爆发出这么强大的威压，没想到仅仅差了10名，竟然差了这么大的实力。挑战他属实是有点后悔了。东山拳，看来这个开启涅槃比赛。恭喜你荣登太虚排行榜地榜第10名。第10名了！林峰居然到达第10名，怎么可能？地府竟然跃到了地榜第10名，这是何等的绝地一号孽！太变态了！宿主进入排行榜前100名，奖励2个动物点；宿主引起震惊情绪，奖励2个动物点；宿主进入排行榜前10名，奖励5个动物点。这下我可赚翻了！这林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？居然一口气把咱们在太虚排行榜内的分身都搜了个遍，太不礼貌了吧！潘靖阁，我要继续挑战，把你们第5名的分身给我叫出来。按照惯例，挑战前5名的分身需立下生死状。什么？你要知道，排在前5名的分身，那都是筑基期达到极境的超级天才，他所爆发出的威能十分强大，就连我这幻境阁也很难抑制住。一旦你被他们失手打死，我可不想负责任。你要不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！哼，反正都死过一次，怕什么？尽管来！在下林峰，请赐教。在下黄河，请赐教。什么？怎么这么耳熟？这难不成是黄河老祖年轻时候的分身？
林峰这小子有胆魄，居然真的签了生死状。黄河，看来这小子终于打到你头上来了。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。林峰虽然是排行第10的绝世天才，但面对黄河老祖的分身，恐怕仍是毫无胜算。老祖果然是天才啊！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这么厉害了，我要认真点儿。看来林峰这次是不可能活着出来的。他要是能活着出来，我把这地板上的字全舔干净。喂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是我说的又怎样？都进去这么久，他估计早就被黄河老祖的分身给碾碎了。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肯定早就死在里边了。对。虽然我的实力不逊色女皇，但她毕竟是个分身，根本就没有体力限制。这么耗下去，我迟早会因体力不支而败下阵。没想到林峰竟然与黄河你的分身打得旗鼓相当，接下去恐怕林峰你就走到这儿，分身有幻境阁提供源源不断的灵力，林峰会体力不支败下。在下林峰，请指教；在下黄河，请赐教。原来听到这个口令，他就会重新启动幻境阁，这是幻境阁的漏洞。在下林峰，请指教；在下黄河，请赐教；在下林峰，请指教；在下黄河，请赐教；在下林峰，请指教；在下黄河，请赐教；在下林峰，请指教；在下黄河，请赐教。看，林峰已经超过黄河老祖了！哇，不可思议呀！苍天啊，大地啊，这是何等的绝世天资，才将1000年来的太古榜单屠戮殆尽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明明是在作弊嘛！常言道，兵不厌诈，能赢下我的分身，就代表他有无穷的潜力，是个奇才呀！你竟然击败了黄河老祖的分身，你，好了，给我舔干净！你如果说是有活着，你就把舔干净的给我舔干净！舔我舔，我错了。你太狡猾了，竟然利用分身的漏洞。你又没说不能利用漏洞，把你们第1名给我叫出来，我要挑战永恒大帝！我要挑战永恒大帝！我要修复漏洞了，幻境阁暂停开放。行，目前以我的实力，打第5名都这么吃力了。接下来得继续精进，提升修为，早日击败这些上古大能。师兄，林峰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100年来，你是第一个能够排进地榜第5名的弟子，你的天赋足以堪名上古大能了。师兄真是太厉害了。侥幸而已。那我们回去吧。马宝之人，他怎么来了？师兄接连伤了他2位爱徒，就将他踢出了太虚排行榜。这下怕不是新仇旧恨一起算吧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哟，这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？林峰，你打伤了我的爱徒，毁坏了我的马宝峰，你以为这个事儿就过去了？要换着我以前的脾气，我早就弄死你了。不过你要是当了我的弟子，帮我重建马宝峰，过去的事嘛，我就一往不咎了。我这是在给你机会啊，别不知好歹。这没有搞错吧？马宝真要收林峰为徒，就凭他，还不如我师兄当他师傅呢。对不起，我已经有师尊了。阿南那个废物，他凭啥当你的师傅啊？你现在要拜在我的门下，我把我毕生所学的无上功法3点5连鞭全部教给你。您的闪电5连鞭，小的无福消受。乖，真倔强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你敢不敢跟老夫赌一把呀？赌什么？只要你能接住我的2招，从今往后我绝不找你的事儿。如果你接不住，你就跪下来磕头拜我为师。马宝真人，你已是大成境界，而林峰不过才筑基初期，你俩差这么多境界，这怎么比试？就是啊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以大欺小，我不会用3点5连鞭的，我会压制住境界，只用一个入门的功法接化法来对付他。
接化法好像是马宝真人在筑基期时自行研习的功法，此功法依靠晃动身体来以气御力，从而会迸发出非常大的威力。这也是闪电五连鞭的雏形。据说他当年仅凭这一招就打败了一个将近500斤、来自英国大陆的大力士。马宝真人，您虽压制境界，但也是筑基期圆满，而且你有将近上千场的这个作战经验，以及各种神术加持，这又怎能算公平？没意思，倒不如这样。如果我接不住你2招，我就马上磕头拜师；但是如果我接住了，你就拜我为师，如何？啊，师兄真按照我的话来了。以马宝真人的实力，对于这种筑基初期的林峰来说，那简直灭顶之灾。而他一旦认真起来，林峰可就真的危险了。老头，你敢不敢玩？有魄力，我就喜欢你这个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做我马宝真人的徒弟，就是要有一颗征服一切的野心。谁是谁的徒弟，现在还说不准。凌风，我已经等不及你跪下来叫我一声师傅了。来吧。这么恐怖的威压，都快毁天灭地了。是啊，太可怕了。发！斗转击中诀。面对如此狂暴的气力，没想到师兄还真的顶住了。就算是金丹期的仙体，怕是也会化为灰烬的。我的接化法已经破了你的斗转精中诀，3日之内，你肯定不能再用第2次。别怪我们跟你说啊，你要是敢用第2次接我的第2击，你肯定死翘翘啊！年轻人，我劝你好自为之，不要徒劳抵抗啊！想不到在天阶防御功法面前，马宝真人就像戳破窗户纸一样容易。马宝真人毕竟是大成境界，根基十分雄厚。虽然他是压制境界，那也相当于一个成人将用一只手抽打小孩一样。也不知道师兄能不能接住这第2击。师兄，小心啊！你现在乖乖的跪地下给我磕仨头，叫我一声师傅，我可以不出第2击，免得你白白的送一条性命。我的防御功法被克制，若不想坐以待毙，看来只能冒险一试了。你我之间的差距那就是一个天一个地，你就是再不服气，哎，这是事实呀！少废话，来吧，这可是你逼我了啊！哼！马宝真人的这次攻击比上次更猛烈了。涅槃之境，正通万法，无相助众生，熄灭度真灵。接化习。哎呀，俺了个亲娘，这咋回事啊？这是李峰做到了，他成功接住第2击了。师兄居然在瞬间学会了马宝真人的接化法，将马宝真人的攻击通过接化法化解了。这不可能啊！我堂堂一个大成境界，接化法我苦练了数百年，你个蝼蚁，竟这么短的时间就学会了？你是啥妖孽啊？我就是以后要横扫诸天万界，斩尽一切黑暗与不公，拯救万物苍生的林峰。2招已过，愿赌服输，跪下叫师傅吧。呸！是啊，你堂堂一位大成境界的真人，不会想耍赖吧？开玩笑，我活了上千年，我只会教你这个小屁孩使准了。我就是到茅坑里去吃屎，我也不会教。哎呀，你个小杂毛啊！我今儿非要把你脑袋瓜拧下来当尿壶不中！3殿5连鞭！卑鄙！马宝真人居然使出大成境界闪电5连鞭！林峰，快逃！师兄小心啊！啊，老主，是黄河老祖，是黄河老祖。王宝，你这小辈甚是不安分，又出来闹事。哎呀，小辈不敢了。既然与林峰立了赌约，就该愿赌服输，履行诺言。怎么出尔反尔，不肯拜师呢？俺俩是闹着玩的，对吧，林峰？啊？还不赶紧拜师？遵命。天尊在上，亲受马宝真人一拜。
珠儿快快请起。乖，老朱，有什么事儿我就先去忙了。且慢，还有一事。妈妈，你身为大成境界的修行者，却恃强凌弱，这又该当何罪？我就这一回，我下不为例，怎么着？我不敢了。好，那就罚你打扫太虚圣境所有的茅厕，刑期10年。啥呀？又让我去打扫茅坑了？不满意，那就20年。满意。哎呀，老朱分配的可带劲，我最喜欢干净了。我看这马宝真人，以后怕是得把马宝峰建在茅房了。林峰，跟我去修行洞府吧。林峰，老祖，免了。今日让你过来，是想传给你一本功法，拿着。气海归虚诀，不错，你的气海如此之大，想要凝结成金丹，需要花费上千年的时间。而有了气海归虚诀，可以贯通你的经脉，加快气海运转的速度，进而达到气聚成水，水凝成丹的效果。不仅如此，普通人最多可以凝结成1颗金丹，而你凭借如此强大的气海，甚至可能凝结成数颗金丹。数颗金丹，老祖，用您这个法诀之后，需要多久才可以凝成气海呢？如若练到小成境界，50年内足矣；如果想要达到大成境界，10年足矣。10年对我来说还是太久了。那如果是圆满境界呢？想要达到圆满境界，半年内便可凝聚气海。不过，放眼东莲大陆，除了我跟永恒大帝林真昭之外，别无二人。更何况你的气海十分庞大，是普通人的10倍之多，能达到大成境界已是奇迹了。赤月巢穴在半年后就要开启了，师尊说那里强敌如林，要在赤月巢穴杀出重围，我必须要凝练气海，成为史上最强。林峰，不要贪图速度，正所谓涓流虽寡，尽成江河。你如若能够下定决心，持之以恒，我想10年之内，你肯定能凝聚气海。是大成境界，专业的功夫就修成了。这小子到底是如何做到？我当年也花费了数十年才勉强修成了。我的法眼被蒙尘了。即便如此，修炼气海归虚诀需要耗费大量的灵力来运转气海，运转的速度越快，耗费的灵力越多，照顾下去不出半个时辰，他的灵力便会提早耗光，进而虚脱晕厥。修得圆满境界，就是痴心妄想。这样也好，至少让他明白急功近利的后果。他竟利用涅槃经的境界来引动天地灵气，进而让天地来为他运转气海。如此下来，气海便会生生不息，连续运转，已经达到圆满境界了。奇才啊！林峰，这是凝练气海的关键时刻，你要心无旁骛，全神贯注。我走入洞口，为你护法。闭关半年后，终于可以回来了。如今我已经到达了筑基中期的境界，根基也更加稳固雄厚了。可为了领悟气海归虚诀，我耗尽了几乎所有的顿悟点，得赶快收获点震惊情绪才行。师妹怎么鬼鬼祟祟的？天地玄宗、太虚雷音、妙月之门、迦叶姬，你师妹到底在做什么？沉寂这么久，终于让我拿到了。
不愧是摩罗圣境的女魔尊，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！把迦叶菩提交给我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你答应过我，我帮你拿到迦叶菩提，你就把从我身上得到的修为还给我。当然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师兄，快走！休想伤害我师兄！这么弱还想杀我？师妹，是他。还有我的父母，他们在哪里？他们好得很，都在坟墓里等着你呢。答应过我，我帮你完成任务，我就能见到他们的。我现在杀了你，你们一家就能团聚了。杀了你！就凭你这蝼蚁，还想杀我？去死吧！封神拳！师妹，此人有决心，你打不过他的，快走，别管我。又来一个不知死活的小鬼，不过我没心情杀你，识趣的话快滚！只要有我林峰在，没有人能伤害我的师妹。口气倒不小，不过是个筑基期的小鬼，你对我来说就只是一粒渺小的尘埃。我已步入渡劫境，你觉得我会和一个尘埃较劲吗？我管你什么劫，我林峰就是你的劫。今天，我要亲手宰了你！封神拳！逆天手！我苟且偷生，修炼涅槃真经，等的便是今日能够报仇雪恨，灭我紫金峰，屠我师门。就算你死千次百次，我也不解恨。杀！师兄小心！小子，有点意思。区筑基中期就能爆发出如此超凡实力，不可思议。日后再见，希望你能变得更强。师妹，师兄。对不起，师妹，你放心，迦叶菩提未到的事儿，我是不会透露出去的。其实我是摩罗圣境的女魔尊，那个黑衣人灭了我的族人，还吸走了我所有修为。以前险阻我逃到了太虚圣境，没想到还是被他发现了。他以我父母作为要挟，要我盗取太虚圣境的迦叶菩提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所以才……别说了，失去亲人痛苦，我明白。如果换作是我，也会这么做的。师兄，神秘人打算收集4大圣经的菩提金身，然后前往赤月巢穴夺取赤龙星珠，再通过这5大法宝，最终炼化成赤月神兵。一旦赤月神兵炼成，他将会用那神力撕裂赤月巢穴。赤月巢穴乃是东林大陆的穹顶，一旦坍塌，4大圣灵将面临灭顶之灾。看来这赤月巢穴，我是非去不可了。师尊，您找我何事？徒儿在前往赤月巢穴前，为师传你一本天阶功法瞬息移动。多谢师尊。你的拳法虽然很强劲，但是速度非常之慢。在你学会此身法之后，就再破绽了。你虽然天赋异禀，但此乃天阶上品功法，十分玄妙。为师也花了10余年才练得此身法。你切莫着急。师尊，我已习得瞬息移动。哦，师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只是有点不舒服。明日为师就不送你了，我先走了。胆敢得罪我昆仑神子，就算有10颗脑袋都不够掉！神弄错了，他妈的真是活腻歪了！神弄错了，神弄错了。光天化日之下竟敢仗势欺人！
想不到昆仑圣境既是一帮猥琐之徒，真是不自量力呀！黄毛丫头竟敢辱我昆仑圣境！放肆！对待姑娘怎能如此粗鲁？堂堂昆仑神人竟然欺负一个弱者，也不怕被人笑话。是他有眼无珠，撞到了本神子，本该处死。不过，姑娘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本神子是可以大发慈悲放过他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。姑娘有如此绝色容颜，不知可否愿意做本神子的女人呢？若我日后争得大道，我也保你成为一方圣人。就凭你，白日做梦！本神子看中的女人还没有得不到的。做梦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师兄，师妹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留在圣境养伤的吗？我伤势已好了大半，没事的。这祸端是我闯下的，不能让你一个人来巢穴冒险。哎，他来了，这又来个人。小小之徒，竟敢跟本神子抢女，难道你不想活命了吗？给我师妹赔礼道歉。我贵为昆仑神子，你们太虚圣主见了我都得让我3分。区区一个无名鼠辈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真是太不自量力了！让神子给你道歉。师兄，算了吧。昆仑大陆乃是此大陆排名第2的圣境，昆仑神子李思文更是早早步入金丹初期，实力超凡。在进入赤月巢穴之前，没必要现在就去招惹他们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们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去巢穴中心找到赤月神主，就不添这个麻烦。没用的懦夫！看来本神子的神力把你们吓破了胆吧？快点夹着尾巴滚回家去吧！既然你如此无礼，那我今天就教教你好好做人，打到你给我师妹赔礼道歉。师妹，让一让。你不过就是个筑基期的蝼蚁，还敢在我金丹期面前叫嚣？你在我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，我怎么会给死人赔礼？哎呀，姑娘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这个家伙太厉害了，他可是神子啊，要不还是道个歉算了吧。我师兄生来倔强，不过他也是有实力可以打赢的。姑娘，有自信是好的，但是也有与之匹敌的实力，要不然那也是哗众取宠、自取耻辱。对呀，好了还嘴硬，无名之辈若是能被我家神子一掌打死，那也算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了。虽说你这无名鼠辈根本不配跟我神子相提并论，但是既然你自己寻死，那我就只能成全你了。他在搞什么？姑娘有所不知，这是昆田的嘲讽动作，化昆手。原来神子李思文就是蔡坤真人的亲传弟子啊！看你个面无表情的样子，想必已经被我的化昆手给化傻了吧？那就趁现在受死吧！中转击中局，他怎么进入李思文的拳？这小子怎么会有如此惊天实力，竟能与昆仑神子分庭抗衡？区区无名小辈，居然能抵挡了我的化昆手，还算有点资质。你玩够了，该轮到我了。他还敢出手？封神拳，昆山，封神拳，我昆山。好恐怖的拳击！方才上路没能躲过去的话，估计我会当场毙命。他到底是谁？4大圣境之内，从未听过此人。老易，讨厌你这副气靠在嘴里了。看来我要不出绝招，你是不见棺材不流泪。蔡坤圣人，赐我力量！这是铁神铐，好强的威能！直冲封神拳！天哪！金丹期的昆仑神子竟被一个筑基期的无名之辈击败了，难道是太虚圣境的林峰？真的是他吗？你这是什么拳法？想学啊？我教你。我输了。我再也没有脸去赤月巢穴。走。师兄，快看，各大圣境的天才们都来了！哇，这
昆仑圣境可真够丢人的，巢穴之门都没进去，就被太虚圣境筑基期的废物给击败了。浑元圣境的最强天才易水寒，听说他已经达到了金丹后期境界了，是百年难遇的绝世妖孽啊！打败一个金丹期而已。我在沙巴克之城时，有无数金丹期的刀下鬼。什么？就连暗夜精灵的王子都来了，传说他们是来自世界树的太阳井部落，身法超凡，剑法出神入化。这次赤月巢穴竞赛真是盛况空前啊！我们能目睹到如此璀璨盛世，是悲哀也是幸运呐！林峰，别以为你击败了昆仑神子，就可以如法炮制的击败我们。蝼蚁终将是蝼蚁，你注定要被我踩死在脚下。说这样台词的人多了，想击败我林峰，随时奉陪。赤月巢穴开启了。话说过去几十年了，太虚圣境都没敢来参加赤月巢穴，这届怎么出息了？又开始派这些废柴弟子来给我们送福利。难道太虚圣境想翻身吗？翻身？就凭这个一直停留在筑基中期的废物林峰吗？虽然我混元弟子上次在比试中输给了他，但那也是一次大意。这一次我混元圣境尽其所有，派出史上最强的弟子易水寒，连同张庭、鲍亚真一一不落金丹初期。就算是30个林峰，我们也会将他碾压的连灰都不剩。孙长老，虽说叫林峰这个小子不值一提，但是我的爱子董冠杰程序历练，还是要把杀他的机会留给我们的。好，那我就让我的弟子给他留半口气，然后再让你的皇子亲手斩杀。一言为定。赤月巢穴开启了。赤月恶魔是半步元婴的魔怪，到时候如果打不过，逃就是了。我们逃，必须击败他，拉到赤月山中。他们是想抢占先机飞入巢穴，然后暗杀埋伏后面的人。师兄，我们来不及了，快走！师兄，这就是赤月巢穴，我们走吧。等等，还有2位朋友在这等着我们。没想到你还能发现我们隐藏后的气息，不过没用了，林峰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师兄，该怎么办？你的伤势刚刚恢复，不宜对战，交给我吧。林峰，上次比武是我们太过轻敌，让你这凡胎占了便宜。这次我们混元圣境是要诛杀你这败类。一起上吧。太狂妄了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为了杀你，我与师妹包雅珍不但借圣主之力闭关修炼了地阶上品功法乾坤刀法，更是双双迈入了金丹初期。你区区一个筑基中期，只等着被我们秒杀吧。我们还要抢赤月金珠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出绝招。诸天大道，好霸道的刀法，一阴一阳，两股刀锋相辅相成，形成强烈的气力。不知道师兄能不能躲得过？两仪乾坤。乾坤刀法果然不是浪得虚名，如此劲爆的威能，就算是金丹中期也难以招架。我看这林峰定是要被剁成肉泥啊！林峰小贼，感受到2位金丹期联手的恐惧了吧？我混元圣境不惜祭出珍藏1000年的灵气精华，为张庭与包雅珍淬体，助他们完成境界突破。如今他们的乾坤道法已达到圆满境界，定能将你五马分尸。师妹，双刀合璧。乾坤刀法的最强一招双刀合璧，没想到这一招你都传授他们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与师兄闭关苦修半年，几乎都能将华山劈开的乾坤刀法，竟然就这样被你轻而易举接住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张庭与包雅珍的乾坤刀法乃是圣主秘传的功法，就算是金丹中期的修士都会被诛杀在地。他区区一个筑基期又是如何做到的？这完全不合理啊！如此霸道的刀法，他竟然轻而易举的能将其破解，师兄果然厉害。我的
刺头怎么又他？林峰，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我们都修成金丹初期了，怎么还是敌不过你一个筑基中期的？我不服，我不服！废物！大师兄，败类，你惨了！我大师兄易水寒可是混元圣境的最强弟子，他的天阶剑法一剑飞仙，向来杀人于无形，见血封喉。当他拔剑的那一刻，你便已是一具被割喉的尸体了。师弟，我说过不要拿我跟垃圾做比较。如果你真想拍我马屁的话，那我就迅速斩杀他，给你个机会。能拍上大师兄的马屁，简直比拿到赤月金珠还值得高兴。你看，林峰，我说过，我注定要将你踩在脚下。知道我在修仙界的名号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那我偏要告诉你，我在修仙界的名号叫一剑仙。在这100年来，从未有人让我使出第二剑，杀你这蝼蚁，一剑足矣。这剑气果然厉害，简直寒气逼人，师兄小心！这毁天灭地的气势，不愧是混元圣境的绝世天骄啊！那还用说，易水寒可是我混元圣境万年一遇的奇才，刚入门不到1年便能越阶战胜筑基后期，天赋绝顶。若不是为了进入赤月巢穴而压制住境界，以易水寒如此雄厚的根基，他早该进入元婴期。小小筑基期，100年来还没有人能躲过我的一剑飞仙。斗转金中诀！金丹后期的实力的确很强，可惜我更强。什么？你居然为什么没有封喉？小小筑基期怎能爆发出与我金丹后期相当的实力？你究竟是什么妖孽？是我出现幻觉了吗？大师兄，不是幻觉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他确实一招就破了你的100年一剑。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一剑仙，你就这点实力吗？看来是我低估你了。接下来我将用全力使出第二剑，让你灰飞烟灭。刚刚这一剑，就算同境界的金丹期也难以抵抗，他居然仅仅只用了5层功力，看来易水寒的实力真的是高深莫测。难道师兄要使出天外飞仙了？天外飞仙，没错，天外飞仙是由一名神秘剑圣陈奋发所创的天阶上品功法。这功法是将肉身和全部灵力极限压缩，全身修为挤压出一柄飞剑立于指尖，飞剑悬而不落，如精芒掣电，如长虹惊天。用剑时还能用手指随意控制，进而达到剑即是我，我即是剑的超凡境界。大师兄，这就是在极限压缩修为吗？对，我们马上就要见证历史，成为第一个看到此功法的人了。小小筑基期杂碎，临死前还能见到我的天外飞仙，你可真是鸿福齐天呢！受死吧！原来天外飞仙的奥义是通过积压全身修为化成的指尖飞剑，不但有无穷威力，并且因其能够跟随手指随意飞行，对手几乎不可能躲掉飞剑的攻击，真是恐怖如斯啊！师兄快逃啊！剑法的最高奥义，并非以气御剑，而是遵循天地大道，进而达到万物皆可为剑的超凡境界。想不到易水寒的领悟力早已比肩上古剑圣了。这招天外飞仙是将草木流风化作万剑无影。哼，林峰，就算你有通天的本领，也必定会被千刀万剐的。怎么慢了？这么躲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以我目前的身法速度，躲过这些利刃都有些吃力，更别提接近他了。但也不能坐以待毙，看来我得继续提升瞬息移动的境界才行。逍遥乾坤，万法随形，天罡地霸，斗转流星。原来如此，我领悟了。受死吧！如此恐怖的威能，就像席卷天界的须臾风暴。如果这样刺在师兄身上，还是会粉身碎骨啊！你的剑太慢了，那我就让你更快点吧。
百重崩山拳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！从今以后，只要有我林峰在，你们混元圣境别想再欺负我太虚弟子。师妹，我们走。林峰，你到底是什么妖孽？区区筑基中期，怎么会有如此惊天本领？就连我混元圣境最强天才易水寒都不敌于你，难道你真的是永恒大帝转世吗？孙长老，看把你吓的！此人战胜易水寒，无非是运气好，我儿只需动动手指就能把他压死。原来是几个前来送死的小鬼呀！今天你们碰上了我们，也算是你们买了去黄泉的船票了啊！你们还不配做我的对手。不是压你的东西，我们是故意压制的筑基期，可实际上已经修行了上千年。金丹期的修士，在我们的眼中也不过是玩物。那我还真想见识见识。那今天就让你四个明白！你连让我拔刀的资格都没有。好强啊！你们到底是谁？我是神的后裔，执掌砝码大陆沙巴克之城里的正义。这麒麟血草可不能被他们拿到。你这筑基期的废物，还妄想跟我们抢夺麒麟血草？就算是淬体的血草给你吃了，也是浪费。你仍然是只蝼蚁。有本事让我回第四边，信不信我甩死你？连我一招都接不住，还嘴硬！我这就送你上路。太虚圣境怎么派你这么弱的来？麻烦！就算你救了我，我也不会感激你的。真是嘴硬。无论你感不感激，对我来说都没所谓。林峰，你是他们的队友？我问他同行人在哪，被我打了很久都不肯说，还真是硬骨头。没想到你李天行还挺有骨气啊！不是不说，我是真不知道啊。你在我眼里和他一样，都只是蝼蚁而已，连让我拔刀的资格都没有。记住了，我叫董冠杰，是神的后裔，执掌砝码大陆沙巴克之城中的正义。虽然完全听不懂，但是还是有点干。接招！这么快，我要认真了。从小我在沙巴克城长大，天生神力。虽然我天赋异禀，但我从未懈怠过。为了提升境界，我前往死亡山谷历练，甚至还去过黑暗地带，屠杀过触龙神，最终才淬炼出这副钢筋铁骨。而后，我被战神殿选中。从此进入人生高光。如今我父皇举全国之力为我配满了顶级装备，无论是天赋还是装备，我都是最强的。我的儿子终于长大了，你终于明白父皇的良苦用心了，一定要杀了林峰，捍卫我们沙巴克家族的荣耀啊！我沙巴克之子征服东宁大陆，便从你林峰开始。这难道就是剑中月？师兄小心！我听说过董冠杰，东宁大陆同级别，根本没有人打得过他。那是传说中的上古名刃，据说3界之中仅此一把，可以诛杀任何仙体。开天斩！什么？林峰的炼体竟能达到如此之极境，竟能徒手接住锦中月，这也太逆天了吧！看来锦中月也不过如此。我的锦中月怎么可能？他可是连金丹期圆满的肉身也可以一刀斩灭。看来你的修行还不够，你太依赖装备。
我的身体怎么动不了了？没想到吧？就在刚刚我砍向你的时候，对你偷偷使用了麻痹戒指。麻痹戒指，麻痹戒指是一种极其阴险的灵宝，一旦运用出来，可以让对方产生麻痹效果，使得对手无法调动灵力，动弹不得。想不到这个沙巴克之子竟如此卑鄙啊，连我都自愧不如啊！那怎么办？师兄岂不是很危险？想不到麻痹戒指竟有如此威力，如今这小子怕是插翅难飞喽。太虚圣境的灵克小贼，还想与我配满神级装备的爱子匹敌，真是白日做梦。儿子，尽情去运用装备吧，让他瞧瞧我们沙巴克家族的氪金实力。林峰中了我的麻痹戒指，顷刻之间你将动弹不得，任凭我蹂躏，在临死之前，就让你再见识见识力量戒指的威力。这又是什么？力量戒指？力量戒指是一种暂时能够提升气力的灵石，据说戴上它后可以加速气海运转，进而使得体内所有灵力通通爆发出来，气力值可以达到平时的数10倍之多啊！董冠杰目前的实力来看的话，直接轰掉一座宫殿都不在话下了。林峰，而有了气海归虚诀，可以贯通你的经脉，加快气海运转的速度。贯通经脉，我明白，那就试一试。10倍开天斩，气海归虚诀。怎么又是这样？你是怎么破掉我的麻痹戒指？还有我附加了力量戒指的尽中约。你的装备用完了，该轮到我了。百重封神拳。你的拳法虽然强，但是你永远也破不了我的天魔宝甲。哟，师傅，我的儿子装备如此精良，难道被一个无名小卒打败了？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太虚圣子难道都开挂了吗？我这元婴期都无法击破的天魔宝甲，怎么禁不住你这一拳？为什么我已倾尽所有，却还是敌不过你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依靠装备和氪金是无法成为真正的高手的。那如何才能成为高手？开挂。你们也想试试吗？想不到此子的实力已经如此的强劲了。此仗之后，我们几大圣境必须联合力量诛杀此子。吃了麒麟血草，再加上为你催动经脉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的伤势便能恢复大半。林峰，我死前那样对你，没想到你仍旧以德报怨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。怎么看不见呢？赤月恶魔在赤月巢穴布下了阵法，如果不是超凡圣境，我们是无法窥视里面的情况的。看来赤月恶魔出现了。赤月恶魔只有在50这个时辰里出现，如果错过了赤月金珠，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呀！你们快去巢穴中心，不用管我。好，走。你多保重。林峰，一定要拿到赤月金珠，不能给咱们太虚圣境丢脸呐！是赤月恶魔。是赤月恶魔。又来了2个入网之鱼，引你们进入赤月巢穴，果然是一个好计策。正好差你们2个，等我把你们吸干，正好凑足1万个修仙人的魂魄。到时候我的赤月不死功就达到了最圆满的境界。这金丹系为呀！小丫头，那就从你先开始吧。封山拳！好强劲的拳力！这筑基期的小鬼，没想到有不错的实力嘛。
不过以你的修为，不能伤害我半分毫毛。想不到赤月恶魔的实力如此恐怖，如果按境界划分的话，他起码应该达到金丹期圆满了，甚至是半步元婴。赤月不死公家，涅槃破神拳。涅槃起！居然有涅槃体！记得上次遇到那个涅槃体的人还是……你说的是谁？你居然什么都不知道！但是今天我也不能留你性命！赤月光死光！哈哈哈哈！赤月金珠终于到手了。绝不能让他练成赤月神兵。师妹，交给我吧。封山拳，同样的招式在我这儿不管用了。师兄居然将马宝真人的闪电诀与崩山拳结合，组成了新的闪电崩山拳。怎么会有2个师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你所见，你就是我。我在另一个虚空里为正大道，每日苦思冥想，却始终无法突破。直到有一日，我在观想时发现，原来是因为有一缕神石留在了洞里，而这缕神石竟幻化成了你，在紫金峰宗修仙。你说我只是你的一缕神石啊？不错，为了正得大道，我原本打算杀了，斩断七情六欲。所以你就灭了我整个宗门，是我们的宗门。可是后来我才发现，你我竟然同为一体。如果杀了你，后边也就不存在。只有你我共存，我才可以统治诸天。大道，如果滥杀无辜才可以统治诸天，那我宁愿自杀，绝不正任大道。一缕神石终究只是一缕神石，永远无法懂得大道的真谛。什么狗屁神石，我就是我，我叫林峰，拯救万物苍生的林峰，这才是我要正的大道。你这半吊子涅槃体，对我的摩罗体完全是以卵击石。你我之间的差距就犹如隔了好几个虚空。你真觉得能杀得了我？真是愚蠢至极！师兄，师兄，赤月神兵终于练成了。只要将他插进这巢穴的中心，届时万灵大陆的四境圣地将会复归燕变。可恶！蝼蚁就是蝼蚁，只有完全领悟涅槃经，练得究极涅槃体，才有可能击败他。我绝不会让他得逞。大道无极，天意晴空，天地玄黄，万法归一。我终于懂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么大的事
师姐，你怎么拥有了完全涅槃体？涅槃百重崩山拳！师兄居然铸造了完全涅槃体，就在这之际，到底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？我到底是谁？你还知道些什么？林峰，你现在很想杀了我，但是我知道你的软肋就是你的师妹舒婉晴。但是我知道你的软肋就是你的师妹舒婉晴。你的软肋就是那毫无意义的情感，还有你的师妹。卑鄙，竟趁我在破境渡劫之际偷袭紫金风宗，将我的弟子赶尽杀绝。想不到北冥先帝竟如此不堪一击。你到底是谁？婉晴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快走！婉晴要誓死守护紫金风宗，快走！休想伤害我师尊。婉晴，林峰，你难道忘了上一世挡在你面前死去的就是这个婉晴？林峰，届时4大圣境将会全部被覆灭。你刚才击败的只是我一个分身而已，你我同为一体，你还会找到我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师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好，刚刚他把炽热神兵插进炽热巢穴中心，贯穿了东宁大陆的穹顶，这次就要坍塌了，快逃！这是哪儿？难道我真的回到了上一世的北冥大陆？